如果你要去西藏旅游，当地的藏族肯定会给你讲一个关于西藏的传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科学至今解释不了的西藏神秘现象——说唱艺人。大家要是想和我一起学习写文案、剪视频、传播自己喜欢的知识，增收副业，可以来文中野混剪训练营。说到这个说唱艺人呢，不是我们理解的流浪歌手，但是他们也有相同之处，都是通过说唱和唱歌的表现形式展示出来的。在西藏有一部史诗叫做《格萨尔王》，了解过它的人呢都知道，它的长度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可以提供这样一份数据：首先，字数《格萨尔王》有1000多万字，《红楼梦》是70多万字，要把《红楼梦》反复读10遍都不止。如果当地的藏民说，曾经有人把这套1000多万字的史诗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一般人都会觉得应该是不可能的。就算是现在去参加极限挑战的那些奇人，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也很难完成这件事。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神秘事件是在西藏，他真的有这么一类人，真的能完全的背诵下来。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过程，这群人呢，一般他们都还不识字，而更加奇怪的是，他们不是用了长达几年时间背诵下来的，而是突然一下子就会了。传说这个现象的背后啊，它隐藏着西藏的伏藏之谜。我们先看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说唱艺人，他叫做桑珠老人。从小呢，他没有上过学，可以说他目不识丁。在他6岁的时候啊，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到了一个穿着盔甲、骑着白马的人，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格萨尔王。给他吃下了很多又厚又长的经书，然后第二天呢，这个小桑珠醒来之后啊，就开始念念有词，没有人知道他念的是什么。后来有一个西藏的老者就在旁边听了出来，这不就是格萨尔王史诗吗？而这个桑珠老人最后还被国家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宝级人才，并且后来还有好多官方媒体想用光盘把这个老人说唱的内容啊全部记录下来。但是录在2000多张光盘的时候啊，也就是大概背诵格萨尔王史诗一半左右的时候，这个桑珠老人呢，他突然就离世了，享年90岁。这个录制计划呢也就破灭了。但是非常神奇的是啊，这个桑珠老人过世后不久，也就是在1989年，同样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一个西藏叫做西塔多吉的小孩子身上。这个9岁的小孩子呢，是边坝县一个牧民家的孩子。当时啊，他在上小学。有一天晚上呢，他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他突然置身于辽阔的大草原上，风吹草低见牛羊，天上还有彩虹。然后呢，他也看见同样一个穿着盔甲、骑着白马的人到了他的面前，并且还告诉他，你能来到这里啊，是非常吉祥的事情。然后也同样在梦里呢，让他吃下了又厚又长的经书，并且还在梦中告诉这个孩子，等你回去啊，一定要传承他们的历史。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啊，这个西塔多吉的小孩子早饭也吃不进去，就去了学校。就在早晨第1节课的时候啊，西塔多吉他一直就头疼，也听不进去老师在讲课。他的眼前呢，慢慢浮现出了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藏文，他终于控制不住了，大声的说唱了起来。这一说啊，就是2个多小时，同学都给吓跑了，只有这个老师最后听了出来，这不就是格萨尔王史诗吗？然后这个西塔多吉啊，一唱就是1天1夜，他不吃不喝，进入了疯狂的状态。西塔多吉曾经这个神奇的经历呢，居然和桑珠老人是一样的。但是这种现象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至今科学真的是无法解释。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神兽吗？除了桑珠老人和西塔多吉，还有西藏纳曲的玉梅、西藏玉树的达巴扎巴、青海唐古拉的才让旺堆等等很多人，他们前前后后啊，一共出现了100多位说唱艺人。而要破解说唱艺人的谜团，我们就要了解西藏另一个都市传说——伏藏。伏藏一词在西藏的含义是指将珍贵的东西埋葬，待到日后必要之时再将其挖出。1300多年前，莲花生大师到西藏弘扬佛法，成为了藏传佛教的始祖。可当时莲花生大师发现，因为机缘尚未成熟，以当时藏族的知识还无法接受密法，于是在他离开西藏之前，将佛经、法器、佛具等埋葬在不同的地方，等到日后有缘人将其挖出，重新弘扬佛法。这一系列的操作就被称之为伏藏。大家听到这里感觉没什么神奇的，我们继续往下看。伏藏呢，它主要分为3种形式：书藏、圣物藏，还有实藏。书藏呢，指的就是佛经；圣物藏呢，指的就是高层的法器、遗物等等。这些东西被埋葬在瀑布、山岩等隐秘的地方，而最为神秘的就是实藏。传说这是由神灵将某种意识埋藏在某种特殊人群的意识深处，以免失传。等待时机成熟，开启智门，被实藏的经文就会源源不断的再涌现出来。而刚才我们讲到的说唱艺人，就是实藏它最好的体现。
并且石藏啊，它不会是轻易使用的，除非遇到了破坏性的灾难。我翻阅历史资料啊，发现在西藏历史上确实有2次规模比较大的运动，一次呢是朗达玛运动，另一次呢是近代的一次文化运动，在1966年开始，到1976年才结束。关于这2次运动的具体内容呢，我就不说了。想要了解西藏的更有趣的未解之谜，我们下期继续。文种野混剪训练营，期待你的加入。蒋介石打开刘伯温的墓，看见了8个字，让他害怕了一辈子。蒋介石为什么要打开刘伯温的墓呢？他又在寻找什么呢？相传啊，刘伯温死后和他一起埋入地下的还有一个黑匣子。黑匣子里面有一本书，记载了刘伯温是如何帮助朱元璋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秘诀。在民间一直都流传着3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这就更加坚定了蒋介石要拿到刘伯温的这本书。当蒋介石来到南京之后啊，他就动员了所有人帮他找刘伯温的墓，费尽千辛万苦啊，终于找到了。他发现石阶上立了一块石牌，上面写了5个字：无知无人道。意思是说呢，我知道没有人会来到这里。蒋介石看完之后啊，就冷笑了一声，低声的说道：我不是这就来了吗？于是啊，他继续往前走，又发现了一块石牌，上面写道：只有戒石道。这可把老蒋吓得不轻啊，赶快就跪下磕头。就在磕头的时候呢，他发现石碑的底部还有一行小字，上面写着：戒石戴帽行礼，脱帽而起。刘伯温啊，真的是神机妙算，他算到了蒋介石在拜见自己的时候并不会脱掉身上的装束，这就是对他的不敬。蒋介石脱帽跪拜之后啊，硬着头皮继续挖开了刘伯温的墓，结果又挖出来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无墓后世无人道，只有戒尺道。我知后世有你，你知后世有谁？刘伯温的意思就是在说他已经算到蒋介石会来盗他的墓。这几句话呀，真的是把老蒋吓得冷汗直流。墓室被打开之后，蒋介石发现里面有7口大缸子，是用来盛灯油的，并且啊，还有一根灯芯还在燃烧。7口大缸中啊，6口缸中的油已经燃尽了，剩下最后1口缸中的油也所剩无几了。蒋介石心想，这刘伯温再怎么神机妙算，也不会算到自己的灯油已经快要燃尽了吧。于是啊，他命令手下赶快去寻找黑匣子。结果巧合的是，就在最后1口快要燃尽的大缸中，又发现了8个字：戒石戒石，快快添油。刘伯温啊，他连油缸中的油什么时候烧完都算得准确无误，并且啊，他还算到进入墓中之人，他就是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刘伯温啊，就跟大罗金星一样，什么都知道，书也不敢读了，吓得他赶紧离开。在蒋介石走后的一段时间里呢，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烧杀抢掠，整个南京城陷入了一片地狱之中，就连刘伯温的墓也被日军用炮火毁坏。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在天津的图书馆的夹层中发现了一个黑匣子，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这就是当年刘伯温留下来的宏伟大作。经过整理验证之后，这本书被出版上架，没想到刚刚发售就被抢购一空。不少老一辈的人啊，都应该有印象，当年买了这本书的人呢，1978年改革开放，这些人立马就知道了要开始买房炒房下海经商，最后啊都成为了富甲一方的有钱人。最近这本神机妙算刘伯温啊再次上架，也不知道它能卖多久。如果你有幸刷到这个视频，证明缘分到了。大数据它是不会胡乱推送的，建议你一定要把这本书带回去，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好好研读。这本书呢，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